最近这天越来越凉了，好不容易这两天赶个晴天，我们决定放个假，抓住夏天的小尾巴，我们要出去露营了。然后想到这应该是今年的最后一次露营了，就决定干把大的。光打包就收拾了1天1夜，差点没给加班。后来这些东西我们车装不了了，我甚至还租了个货车，开着箱货去露营去，这是我干过最越野的事了。然后为了让这次露营能更有仪式感，我买了个蒙古包当帐篷，但是眼高手低了，我们6个人花了4个小时才勉强给它支棱起来。给它支棱起来之后，我们几个谁也支棱不起来了。我现在觉着要不在里边住个3天3夜，那都有点对不起我们这个老腰。这蒙古包搭完了，烤全羊也可以准备烤了。这羊我在家腌了20个小时，上架就满园飘香。然后我来之前还研发了一个可以搅动的烤羊炉，但是来的路上可能太越野了，不知道啥时候给磕坏了。它现在蹬不了8秒就开始掉链子，我们后来到底还是手摇了3个小时。然后一心在这烤羊也没注意，对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来一群羊。我们浅浅的对视了一下之后，互相都有点绷不住了。我有特别强烈的感觉，他现在脑子里应该只会闪过一句话，就是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然后怕这一只羊不够吃，我们还穿了根串，3米的签子挂了10斤肉，非常标准的东北大串。我们甚至还为穿这个串现组了一道流水线。完一见这串，我姐贼激动，苦苦的照相。你别说，我姐在唯品会买这身衣服还真挺好看。完了她各种夸呀，说她家不仅天天打折，还能安排顺丰拿着合适的尺码上门换，老省事了。朋友们，你们赶紧上唯品会搜狗送或者点评论区买吧，可划算了，而且不用等预售，发货贼快。后来这串生生烤了2个小时才烤熟，俩人吹火，俩人翻面，这大块肉吃的是真过瘾，但不能撸，我认为是他唯一的遗憾。然后经过了3个小时的炭烤，烤全羊也出炉了。这回烤的真的很香，旁边钓鱼的都过来闻来了。而且它出炉的时候刚好赶上日落，这氛围感也太好了。忙活了2天就为了这一刻呀！吃着烤羊，看着夕阳，再来一锅冒着热气的火锅面，我别说这2天了，我感觉我这辈子都值了。不过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晚上摸黑收摊收了4个小时。收完垃圾之后，我们又连夜把这2吨东西抬回了我那没有电梯的3楼。到家都早上4点半了。我进屋之后非常恍惚，我寻思不说好放个假吗？这怎么比在家拉磨还累呢？今天家里来几个同学，要体会一下奶的快乐。哎呀，我拿他们都当好大儿，他们他妈天天拿我当孙子。做了个锅包鱼，还做了一个烤肘子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就这个小皮儿，小脆小香小粘牙。还做了个鲍鱼花螺给包。这菜在我家以后肯定是给他搬了。这小锅里光买菜的成本花了156。我决定今年冬天回广州看我前老丈人，一口猪肉都不吃。我上他家我就吃海鲜，我呛。完蒸了点麻辣牛肉馅的包子，这是我有一次在上海便利店吃的，真的巨好吃。你们要不想包就揣好园子等我开店吧。完在网上学了一个拿白葡萄酒炖的法式炖羊排，我寻思让这几个试图，还做了一个奥利奥双层芝士蛋糕。我们同学他妈来电话说，儿子你今天晚上回不回来吃饭呢？完他说，妈你没事别老找我了，我在外面过年呢。今天我们哥俩伙食饭是炸酱面和冻梨冻柿子，这一口凉一口热，差点没给牙吃炸了。还做了一个面包咖喱鸡，前段时间在哈尔滨一个饭店吃过一次，他都不是去没去过东南亚的问题，就是他只要会打字，上网搜一下马来西亚都不至于烤成那个熊样。然后这个嘎嘎香的蘸料记一道啊，你要半夜饿了，你给室友的鞋垫掏出来蘸一下也能对付一口啊。但具体颗数我真给不了，你们拌的时候尝一尝。那嘴老不用不风干了个嘚儿的了。完冰箱剩点虾呀肉呀，我混成辣白的火锅了。今天必须得夸一下子，这个在拼多多上买的大牌多功能电热锅，哎，啥功能都有，不粘锅还好收拾。最重要的是大牌保真，而且全网低价才100不到，有问题不用修，直接换新。链接放评论区了啊！还是那句老话，赶紧掏它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鲍罗鸡、炙奥膏、麻粉、法羊、脆肘、干豆、麻牛包、面嘎鸡、锅鱼，丢一块的冻果、烂火。完，今天有个哥们是头一次上我家吃饭，明显经验不足，一上来吃了3个包子、2块蛋糕，还喝了2瓶冰可。自助餐的大忌他全犯了。完到最后不舍得下桌，在那嗦了咖喱鸡的锡纸。锡纸挺滋味。来了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我奶来电话说你爷最近消化不好，我们喝好几天大米粥了。我说那我过去给你俩煮点柿子面呢。我奶说你能不能听明白话，你爷消化不好，我他妈喝3天大米粥了。这是老太太馋肉了呀，我给炖了3斤扒肉，又给酱了好几块大骨头。酱骨棒哄我奶这招百试百灵，但我这骨棒也确实有点说法，但香到你这边在这啃，那边有人嘎你腿你都不知道疼。
但老喝粥也不能不吃干粮呀。我蒸了2锅肉馅花卷，你别看这肉馅放外面，但是一咬比包子还过瘾。我奶说要顿顿都是这个伙食，你爷这胃我不能让他好啊。今天的重头戏是这个大鹅炖土豆。我弟求大鹅的时候，我奶是这么说的，他说这个大鹅我挺愿意吃的，但是实在是不好收拾，你们哥俩拿家吃去吧。我弟说哥你赶紧给炖了吧，我就是再不认字我也听明白这啥意思了。这大鹅给我弟香的是卡跟头，他怕爹说拿这汤给我泡点饭吧，然后我给他做了一碗大米饭盖饭，之后我煲了一锅红枣枸杞鸡汤。我怕我奶老批评别人这累着，我先给他补一补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酱骨、扒肉、红刀、肉卷、红枸杞、豆宝、鹅土、鹅汤饭。我们进门发现我姑和我姑父也在这呢，于是出现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，这骨棒不够分呢。要不说定事还得是我奶，我奶说这样，你们哥俩吃一块，你们2口子吃一块，我和你爷一人一块。你爷要吃不进去，明天我俩下点白菜，他胃不好可以吃菜，我把骨棒啃了，我都是为了他好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可算开支了！我盼星星盼月亮，我都怕我弟那个身体状况挺不到这一天，我这顿掐人中啊！那工资短信要是晚1分钟收着，我都觉得被公司辞退。开支吧，在我眼里就是开荤。我他妈总算能解馋了。你看这个羊排肉，我去买的时候，那阿姨跟我说：“小伙，你长挺精神，我给你挑瘦的。”我他妈差点跟他翻脸。今天这饭呢，就一个原则，就是肥肉蓄满。我看看不吃菜也不吃主食，能不能给我俩吃嗝嗝了？是。这个嗝嗝不是嗝，这个嗝嗝啊！这人又好起来了，猫也不能落。给他整了一袋非常好的帕特生命成猫粮。这里牛肉、鸡肉是主要动物蛋白来源，还添加了8:1:1科学配比的生骨冻干。而且帕特是和浙江大学成立联合研发中心的品牌，这玩意儿你整着放心呢。但我弟这会儿问我一个非常关键的事儿，他说：“爸呀，不是哥呀，咱俩这么续，今天晚上让血栓给栓这咋整？”我寻思他说的对呀，我们别从哥俩变病友啊。我火速整了几个素菜，这你说过把瘾，别他妈挺不到下次开支了呀！来吧，吃香香了，素黄、拌皮、炸米、辣五、碗白、啃土、烤，还有这个肥肥的羊。咱说真的，开完支来这么一顿，这不他妈过的神仙日子吗？当然，更神仙的是这位爷，他现在这个行为就很好的诠释了一句话，就是他妈得好吃的不撂块，就是。朋友们呢，我又添毛病了。今天早上上厨房闻油烟味吐了，今天这饭一手没伸啊，全是我哥做的。我哥行，当年为了套配方跟早上的40来岁大姐处对象，但是那小蛋糕捶都捶不下来。我说怎么的，你的对象土耳其的呀？完他说过年了要给我奶包金元宝小馒头，但我怎么看都有点像金屁股。突然那不妨怎么给他改一个名字，就叫金锭。我弟一看这情况，他来自信了，他学了一个节高升，完上面放肘子肉，这摆盘跟他们大席似的。完我哥有个职业病，他不管上谁家，非得拎条鱼做松鼠桂鱼，还有他的排骨，我总能想起什么居家小馆百姓私厨，但做的确实快，我这上下眼皮一耷拉，做出好几个菜。完说他胖，他还喘上了，夸夸的翻上勺了。完告诉我往后点，他要展示一波大翻勺，3厘米啊！据我奶在跨年那天少吃一个菜，就差3厘米。完他问我你吃龙虾能不能好点，我说你不明白，我可能水逆了。真的，我今年我太倒霉了。我一狠心在得物买个转运珠，2022我必须得支棱起来。而且这种好看的转运珠和小金手链得不上那么多打折的，我特意买个正价的，因为我觉得心诚则灵。链接我放评论区了，你们要有真有需要赶紧看看吧。我一气买俩，给我弟也带了一个，因为他就比我小1岁，我的今年可能就是他的明年。来吧，香香了，烧排、蛙汤、肘传、豆丝儿、金锭、松鱼、支龙、扣肘、脆五、小糕、外糕。我今天切蛋糕，我寻逗逗我爷，但没想到老一辈的求生欲还是强啊！来爷，给你，给你奶吧，你奶有福就行。给你，好啊，我有福。